还需要25万兵力才能阻挡俄军可能发动的2024年攻势。泽连斯基签署新动员法案，荷兰再助力为乌克兰提供3.5亿欧元援助，帮助乌军采购 F-16战机弹药。乌军苦苦寻求的金牛座究竟强在哪儿？俄罗斯开发新型电子战系统，专门用来保护战场装甲车辆。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克兰总统签署动员法案，将于3月31日正式实施。美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在美国仍未批准新一轮军事援助的情况下，当地时间3月20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前往乌克兰，表示美国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必要支持。沙利文在基辅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表示，美国正在努力促进600亿美元援乌法案，但目前无法预测具体时间。而在前一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上表示，美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美军测试下代导弹发动机。根据美国媒体3月20日报道，在3月16日，美国空军与 LGM-35A 哨兵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的2家主要承包商测试了哨兵导弹的第3级固体火箭发动机。测试是在田纳西州阿诺德工程研发中心的一个密闭室内进行。诺斯罗普公司与喷气发动机火箭动力公司也参与了测试。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分别进行了第1级和第2级火箭发动机的静态点火测试。此次测试的第3级发动机是哨兵导弹3级推进系统中体积最小的一级。根据美国空军核武器中心指挥官的说法，此次测试时为了优化哨兵导弹的空中载具设计。从去年夏季开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提交法案，打算再动员兵力。根据乌克兰总理杰尼斯·史梅加尔的说法，乌克兰至少还要动员50万兵力。乌克兰达芬奇朗机械化旅的指挥官也表示，前线至少需要25万兵力才能有效遏制俄军攻势。尽管泽连斯基已经批准法案，但仍需提交乌克兰最高拉达进行表决，之后才能生效。针对这项法案，乌克兰最高拉达会在2024年3月31日进行投票表决，确定是否要进行50万兵力的动员。在这项法案中，乌克兰计划征召50万兵力，年龄跨度在26岁至60岁之间。与此同时，还将通过征兵修正案，允许符合条件的囚犯人员参军服役，有点类似当初的俄军征召囚犯兵。从目前乌克兰与北约的态度来看，这项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非常高。说实话，50万兵力的数字听起来确实惊人，但实际上，乌克兰国防部表示，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重新征召的士兵主要是为了让前线的士兵进行修整，剩下的兵力则是根据战场情况进行补给，或者是其他军事需求。因为前段时间泽连斯基签署一道命令，允许从俄军入侵开始到现在仍在一线作战的士兵退役。在这场永无止境的卫国战争中，这些一线士兵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预计将在4、5月份，这些一线士兵将进入后备部队，从而获得休息的时间。另外，乌克兰国防部还表示，此次征兵主要招募一些特定军事领域的专业人才，工作也是刚刚开始。说到这儿，就有人表示，为什么不让警察与国家安全局的人加入前线战斗呢？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警察需要维护社会秩序，国家安全局也有自己的作战任务，所以乌军高层不会大规模征召这些人进入战场。与此同时，乌军 F-16马上就满配了，因为荷兰要为其采购配套弹药。美军放弃机载激光武器。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准备放弃为 AC-130J 配备激光武器的计划。美国空军发言人已经证实了这一情况。根据发言人的说法，外界认为机载高能激光武器在未来有望成为美军装备的首款可用于实战的激光武器，但在激光武器地面测试取得成功后，出现了技术挑战。不断出现的技术问题使得 AC-130J 的试飞计划不断推迟，严重影响了 AC-130J 装备机载激光武器的进度。丹麦重新武装军队计划。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北约各国不断加上自身的国防能力，军费开支也不断增加。军力不足是丹麦武装部队近几十年来
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提出一项计划，准备重新武装军队，并完成武装部队的现代化改造，以便应对与俄罗斯日益紧张的局势。同时还计划到2028年增加59亿美元的国防开支。目前，丹麦妇女是可以自愿加入武装部队，无需服义务兵役。但根据丹麦政府的最新消息，自2026年开始，丹麦将征募女性义务兵，并增加兵役时长与国防预算。至于增加国防开支，根据计划，丹麦从今年开始至2028年，国防预算将增加59亿美元。这就意味着丹麦今明2年的国防开支将达到 GDP 的 2.5%， 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近日，荷兰宣布将为乌克兰提供新的一揽子军事援助，价值 3.5 亿欧元。当地时间3月20日，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对外表示，正在为乌克兰采购 F-16 配套弹药，价值 1.5 亿欧元。这笔采购是 3.5 亿军援中的一部分。此前，荷兰已经为乌克兰援助了18架 F-16 战机，只不过荷兰本身没有 F-16 对地攻击弹药的库存，于是荷兰选择直接对外采购。荷兰表示，对乌克兰的援助政策不仅仅局限于援助 F-16 战机， F-16 再强，有枪无弹也无法发挥真实的战力，所以在援助战机的同时，也会为其提供相关的所有部件与弹药。随着乌军即将接收第一批 F-16，荷兰很乐意为乌军进行战前准备，帮助乌军采购配套弹药。至于军援中剩余的2亿欧元，荷兰将与其他国家一起为乌军采购用于购买情报、监视和侦察无人机。截至目前，荷兰已经为乌克兰提供了价值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自去年6月份多个北约国家组成战斗机联盟之后，提升乌克兰空军实力成为战机联盟的优先目标。根据媒体最新消息，北约预计将会提供45架 F-16。目前，乌军已经有12名飞行员在多个北约国家进行培训，预计将有4名乌克兰飞行员提前在夏季完成训练。最快在7、8月份，乌军将有6架 F-16组成中队开始作战。另外就是关于德国金牛座巡航导弹的消息了，这是泽连斯基目前最想要的巡航导弹之一。德国会不会援助？为什么乌军非金牛座导弹不可呢？近期多家媒体报道，欧洲议会刚刚表决一份决议，名为欧盟必须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在决议的第11条强调，乌克兰急需先进防空系统、金牛座、风暴阴影以及 SCLPEG 之类的巡航导弹，另外还需要战机、火炮、弹药以及无人机等军事援助。显然，欧洲国家明白乌克兰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最终，欧洲议会以451票赞成、46票反对以及49票弃权通过了这项决议。德国执政联盟的3个党派代表在投票中都投下了赞成票。尽管多个盟国以及德国联邦议会的反对派们不断敦促德国援助金牛座巡航导弹，英国甚至提出以暴风影巡航导弹来置换金牛座的提议，但都遭到了德国总理舒尔茨的拒绝，表示若是德国援助金牛座，将不得不派遣军事人员前往乌克兰境内，协助乌军进行导弹编程，实质参与俄乌冲突。另外，德国还表示，若是乌军真的摧毁了克里米亚大桥，局势也将升级。从德国这些言论中可以发现，金牛座确实有更强的能力，至少在摧毁克里米亚大桥方面，是暴风影与 SCLPEG 无法比的。同样由空中平台发射的金牛座巡航导弹，在大小与质量上与暴风影与 SCLPEG 相比，在大小、质量上大致相同。真正让金牛座巡航导弹与众不同的是配套的智能弹头系统，也就是 MEPHI STO 弹头，又称为高度精密和目标优化的多效穿甲弹。暴风影与 SCLPEG 配备的 PRO-ACH 弹头，使用的是多应用引信起爆系统，导弹撞击和弹头爆炸之间的延迟是通过手动设置的，使得在打击桥梁等复杂目标时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弹头需要穿过路基，然后才能撞击真正的目标，也就是支撑整个结构的混凝土柱。而金牛座使用的 MEPHISTO 弹头配备了名为 PIMPF 的空洞感应和层技术引信，可以识别材料层与空洞，面对复杂目标能够产生超乎想象的效果。据说可以击穿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或36米厚的土层。另外，在上次录音事件中，德国军官也表示，金牛座可以有效穿透克里米亚大桥的结构，
只需要1枚金牛座就可以造成2枚甚至更多精确制导炸弹才能造成的损害。另外，金牛座巡航导弹还采用了涡扇发动机，相较于使用涡扇发动机的暴风影与 SCLP-1G 导弹，金牛座的射程更远，达到了500公里。金牛座还能低空飞行，再加上隐身技术与设计，可以避开大多数雷达的探测。也正是因为这些性能，使得金牛座在打击克里米亚大桥方面拥有其他导弹比不上的效果。德国之所以反对，首先就是导弹生产线处于闲置状态，最后一次运转还是在2019年，当时是为了完成韩国的订单。虽然金牛座导弹系统项目负责人表示，只要订单到位，金牛座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生产，但外界表示，生产1枚新的金牛座导弹至少需要2年时间，因为重启金牛座导弹的生产不可能瞬间开始，首先先增加供应链的产量，或者重启零部件的生产，而这都是需要时间的。如果德国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需要从军火库中获取。另外，德国联邦国防军总司令卡斯滕·布劳尔表示，金牛座巡航导弹的制导系统与其他类似武器很不一样，远比外界了解的更复杂，需要大量综合数据，并通过特殊技术装备才能装备部队。而这种特殊技术装备只有德国联邦军拥有。一旦金牛座巡航导弹援助给乌克兰，就意味着还需要将这些特殊技术装备一并交付给乌克兰。而德国不希望这种技术装备连同相关数据转移到非北约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避免被俄罗斯等潜在战略对手获得金牛座导弹的相关信息。虽然法国与英国已经在研制替代导弹，但德国计划装备金牛座到本世纪中叶，并且也不会发展金牛座的后续版本，只会进行中期升级，比如集成更好的制导系统，但这并不会改变导弹的硬件。如果俄罗斯拿到了金牛座导弹，那德国未来就失去了纵深打击能力，这对德国来说是难以衡量的损失。除此之外，与暴风影相比，金牛座在乌克兰战场使用需要更多的地理数据，对乌军培训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金牛座巡航导弹更复杂。不过事情还有转机，据3月19日的报道，德国国防部将向美国采购 AGM-158B 联合空对地巡航导弹，数量达到75枚，射程达到900公里以上，采用隐身设计，具备非常强大的突防能力。德国采购这批导弹是为了取代现役的金牛座，以此来装备 F-35 战机。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德国就希望加强国防力量，以便应对新的安全挑战。而 F-35 是德国空军的未来主力，采购 AGM-158B 势必可以大幅增强德国空军的战力。在这批导弹到了之后，金牛座是不是就有机会了？不过前提还是 AGM-158B 先到，德国才有可能援助金牛座。只是目前这些事情还没有定数，火力军是希望乌军能获得金牛座的，毕竟这可以有效打击克里米亚大桥。至于会不会让冲突升级，这并不是德国需要关心的。北约又不止德国一个国家，你们觉得呢？下面是关于俄罗斯前线的最新消息。为了应对前线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开发了一套电子战系统。根据俄罗斯媒体3月18日报道，乌军自杀式无人机已经对俄军前线坦克与装甲车辆造成了巨大威胁。俄军坦克手甚至不得不在炮塔上安装特殊金属部件来抵挡乌军无人机的攻击。为了能为前线装甲车辆提供有效保护，俄罗斯开发了一种紧凑电子战系统，名为 K1000 型 FPV 无人机圆顶压制系统。根据报道，新型电子战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尺寸小、重量轻，外形类似手提型，重量仅有2公斤，携带安装都非常方便。K1000 型反无人机系统可以在800兆赫与900兆赫波段内压制自杀式无人机，可以拦截250米半径内的目标，迫使其降落或掉落。目前 K1000 系统已经投入量产，这套系统完全自主化，既可以使用内部电源，又能外接居民电网或便携式发电机。K1000 系统的最大优势是可以双波段压制，有效工作半径达到250米，操作简单，就算最生疏的操作员也能在复杂环境下使用。单价为25万卢布，折合2700美元。想来也是没有办法，现在前线的乌军在运用自杀式无人机方面已经炉火纯青。从2023年5月份开始，乌军就开始针对俄本土的炼油厂、油库等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自杀式袭击。进入2024年，乌军袭击的力度更强了。
俄罗斯目前拥有30座大型炼油厂以及数十座小型炼油厂，被乌军光顾了不少，甚至导致3座炼油厂因袭击而关闭。这3座炼油厂占俄罗斯石油加工能力的12%。这套组合拳下来，比北约制裁还要管用。这样打下去，再大的块头也会被击倒。而在前线就更不用说了，乌军出动的小型自杀式无人机，更是造成俄军装甲车辆的巨大损失。仅利用自杀式无人机，乌军就有效阻挡了俄军的共攻势。为了弥补军援的不足，乌军甚至还通过 3D 打印金属为无人机打击零部件。3月19日，乌克兰武装总司令希尔斯基表示，无人系统将成为乌克兰武装力量发展的优先方向。乌军将越来越重视电子战、无人系统以及自动指挥系统等领域人才的培养。另外，希尔斯基还表示，乌军正在寻找非对称解决方案，通过质量优势来压制俄军的数量优势。此前，希尔斯基就曾表示，乌军应该进一步推广防空导弹、打游击和无人艇狼群战术。这种战术不仅可以有效应对俄军空中威胁，还能在今年的战斗中为乌克兰带来更大的非对称战优势。通过灵活运用这种战术，乌军有望在未来战斗中取得更多的胜利，并且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也能有效减少前线乌军的伤亡数量。目前，乌克兰已经追加了 1.3 亿美元用于采购无人机，而在2024年，乌克兰也将额外获得用于发展军工综合体的 13.6 亿美元和用于生产无人机装备的10亿美元资金。你们觉得在北约军援大幅到来之前，希尔斯基凭借非对称解决方案有效阻碍俄军的进攻？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